就读新店康桥，要准备升高中2年级。哦，工作忙啊，不是工作。Hello， 大家好，我是 Amy。你好，我是 Ethan。因为我们平常的生活里面呢，很少遇到10几岁的青少年。BW 2025这个展，很多的回馈啊、反馈啊，比较多来自于成人朋友们。那我也非常的好奇，客家遗产作物这样的议题，对于未来的主人翁青少年们，带给了他们什么样的感受，或带给他们什么样的讯息？他们喜不喜欢来？又有什么样的体验，或者什么样的疑问，或者是后面还会有引申出什么样的可能性？我非常好奇，所以我们今天请到 Ethan， 请 Ethan 来介绍一下自己。Hello， 大家好，我是 Ethan， 然后我今年16岁。首先在开始介绍我之前，我想要先说一下，每次过来看这种展，都会让我大开眼界，有新的知识涌入脑袋的感觉。请问一下 ，Ethan 现在在哪边上学？我现在就读新店康桥，要准备升高中2年级。学业忙不忙？有一点累。你最擅长的学科是什么？应该偏向理科多过于文科一点。理科指的是物理吗？数学啊、化学、生物。高中的生物课在教些什么？像细胞、基因、环境学、蛋白质，有时候也会像 work on 一些 project， 怎么用生物来进步我们的社会这样。OK，ecology 里面有什么重要的 theory？ 像有些动物的行为是天生 innate， 还是就是后天去学习到的。然后明明这种动物的特殊的行为，为什么会发生在另一种动物上面之类的？可能那只动物很小就被送到另一个群体，所以代表说它们这个行为可能就不是天生，而是后天学习过来的。OK， 我问你哦，你认为生物它们的意识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你觉得？我觉得。哦，好难的问题。我觉得个体的意识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薄弱。像人类也好，我们会被这个社会打磨嘛，然后我们就越来越符合这个社会所公认是对的东西，我们就会符合，然后就越来越变成一种群体意识。那这个是生物，那如果是植物呢？你觉得？首先，我应该问你，认不认为植物有意识？有，我之前看过一个研究，就是对植物做一些比较有伤害性的行为，然后科学家去测他们的电波。当那个人再次出现在植物面前的时候，它能有一种比较急的频率。所以我觉得植物也有他们个体的意识。你觉得他们是个体意识？对。那你觉得植物的个体意识会不会跨 species？ 你觉得？好问题。这就像狗会不会跟猫有办法交流的感觉，对不对？对，或者是说，你看这2种不同 species， 甚至他们是不同基内的在一起，但他们被栽种的很近。那你觉得他们的意识能不能交流？我觉得是可以的，有点难解释。从科学角度来说，应该不太可能。可是我隐隐约约有一种感觉，他们是可以平行这样交流。你觉得他们交流的距离有多远？哦，问题越来越难。我觉得应该不可能从台北到高雄，不过really 啊？我觉得附近的话应该都可以，可能就是方圆可能5公尺之内吧，可能更远一点，我不知道。那我问你哦，如果说譬如说全世界各地的随便一个樱花好了，距离很远，但他们会在同时间开，在一些地方同时出现某一些 species 的变种，这个怎么解释啊？我觉得他们不知道跟我之前听到有一个英文的名词 synchronization 有没有关，就是它是共识性，就是你会发现有一件事情在这边发生的时候，会有类似的事情在别的地方发生。我觉得这可能不是一种交流，但可能是一种为了因应外在的变化，然后植物内部所产生自己 internal 的一些变化，这样子。可是外在变化不同，比如说可能在大西洋的东边西边，太平洋的东边西边，隔了海。确实，有些地方夏天，有些地方冬天，我没有办法太肯定的说。可是其实也没有人能肯定的说。对啊，隐隐约约感觉有一点关系，但好像又说不清楚的关系。我自己觉得这个 synchronization 的现象 build up 在一个 oneness 的基础身上，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有这种感觉？有，只是没有办法很具体的去知道那个 oneness 是什么。你觉得有可能是什么？真的很难去说明。所谓 synchronization 共识性，很难从科学的角度去见解。明明都没有发生，可是一瞬间就大家一起发生。或者是之前都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假设你今天听到一个东西之后，你就会发现你一直听到，就是我觉得很神秘的地方。
可能是我们没有去注意吧。我觉得这个其实会跟 recognition 有关系啊。我觉得这些问题对于16岁青少年来讲，能够有这样子的见解，我觉得是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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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容易的。因为这个问题其实是连大人可能想都没想过，然后思考都没思考过，甚至没有去涉猎过的一些问题。在康桥，我这学校是不是有很多的 project？ 有啊。听说你有参加什么 project 啊？就是除了康桥以外，我们也会参加外面的，有一个叫 iGEM 的比赛，它的设计的理念，我们要怎么通过生物，像生技 biotech 去改变我们整个环境。像我一直认为 biology 是一种我们认识自己的一种 mirror， 我们在怎么认识自己，跟科技做结合，就是我们怎么超越自己。因为你要超越自己，你要改变，做 positive 的改变，你一定要先了解自己。所以我觉得 biotech 是一个很有趣的东西。然后像去年我那个 iGEM 的比赛，他们会去做益生菌，自动侦测你体内的血糖，然后会去促进你胰岛素的分泌，不用去手动吃那种药，是来控制第2类型糖尿病。益生菌会自动调节你的血糖，要么是治疗，要么是预防糖尿病。我觉得很酷，这种 project 是比较有意义的。感觉这方面其实还是有很多潜力的。我觉得从 micro 的世界，譬如说像细菌啊、基因啊、分子啊的研究，然后如何去影响我们 macro 的世界，譬如说身体呀、运动啊。最难想象的就是一大堆的化学键可以把我们组成一个会动、会有思想的生命。它也不过就只是一种宇宙中存在的，就是碳、氢、氧、钠一些东西，怎么把它变成像我们现在这样会讲话、会思考的生命？其实你问到了一个 consciousness theory 的一个很根本的问题，这个叫做 consciousness 的 hard problem。有 hard problem 就是有 easy problem。easy problem 讲的是说脑神经电讯如何传导，但是仍然无法回答这一些细胞组织一堆的蛋白质或一些这些化学物质，怎么样会变成一个表达意识，或者是我们对于不同的感知、不同的认知等等的。这个其实是意识理论的 hard problem。不止意识理论，还有一些顺序的问题，像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这个问题，很难用科学去解释。所以有很多的理论尝试着想要回答这些问题，终究停在理论，没有办法实践出来。说说你自己参与的 project 吧。泰国其实有很多不同地方的难民，我听到目前有周围的缅甸，也有中国难民，然后也有可能越南难民，可能有些你们连想都不会想到，就是泰国为什么会有索马利亚的难民？为什么会有非洲来的？对，他们怎么过去 all the way to 泰国，我也是不知道。最主要、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们能不能温饱。我那时候在 work on 的企划案就是一种叫做气雾胚塔的东西。也是种植物，只是不是种在传统的像土里，他们不需要任何的土。气雾胚塔就是一座垂直的塔，然后它用地比较少，然后可能一座塔可以种90株植物，然后它的收成率比一般的高，像高丽菜那种1个半月左右就可以收成一次，就很快。我在泰国的企划案就是把它种出来之后提供给难民做食用。那个塔里面是什么？塔里面是有机的营养液，它等于是把植物的根种在岩棉里面。岩棉就是那种也算海绵，可是它是比较有营养成分的海绵，整个 water retention 更好的，不会出很快的就蒸发掉。对，然后它整座塔就是一个水循环，可能就是循环个10分钟，休息20分钟，让植物可以一直不断接受到养分。它的好处就是不会因为一些天气的变化来导致就不用看天吃饭的感觉，就是你可能今天有个台风来，然后你整个农作物就没了。可是那几座塔，你可以把它搬到室内去。那你在这个 project 里面扮演什么角色？我是那个企划案的 proposer， 就是我提供那个企划案给泰国那边，然后他们有赞助我，让我把这个企划案完成。我们也会实地去帮忙播种，然后把已经发芽的放到那些塔上面。OK， 然后之后去收成。我很好奇，就是你们有没有检测过像这种在这样的一个塔里面比较纯人工的控制环境里面出来的，它的营养成分跟真的是从土里面出来的营养成分有没有不同啊？我觉得一定是有，因为土里的营养成分你没有办法控制那么多。但我们如果去取那种有机的营养液，给植物需要的那些养分，不会给它一些过多的或者是过少的，比较精准的，比较精准一点，对。所以它的产量会比较大一点，可它是挺大。对，它一株就是1平方公尺，它可以种90株的植物，跟你1平方公尺你在土里最多可能只能种5、6株，那个收成率也是不一样。就是垂直的一个结构，对，分层，蛮新颖的一样技术。那所以一个塔里面是种植一种蔬菜，还是说根据不同的高度会种植不同的蔬菜？其实高度跟你种植蔬菜的选择没有太大直接性的关联，只要不要是根茎类，像马铃薯或者
地瓜那种就种不起来，因为它们往下长了，它们就没有办法在塔里种植。因为毕竟它的阳光不是天然，阳光可能也是给予的。阳光你可以把它放在外面，但你也可以去额外购买那种LED 灯柱，就是直接24小时一直照一直照。好啊，那我觉得你对于 biology 很有兴趣，植物学也是啊。对，然后 botany 也很有兴趣，然后你自己又亲身参与这些 project， 那你来看这个跟植物有关的艺术展，你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植物现在离我的人生已经有点息息相关了，就是然后今天再去看这个客家展，我会觉得让我重新了解到客家人他们有多有创意性。有一段让我印象很深刻，客家老一辈的人怎么利用创意性，把长年累月下来的知识结晶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可能今天要教年轻人哪一样植物可以有疗法，那个植物可以怎么做使用。他们不是单纯的那种授课式的教育，他们是有融合在变成生活的一部分。我觉得青少年角度来想，这会比传统的课堂更有记忆性。其实就是真的有体验过这些植物，而不是只是在课堂上写成文字。所以你会喜欢以前那样子的生活，它是生活在经验之中的。对，他们也把他们自己的经验去告诉下一代的人。像融合照片或者是实地去看这些植物，去使用这些植物的话，那印象又会比口头上来诉说那更有记忆点。那你们学校课程的安排？我喜欢是 hand on 的经验，可是当然我觉得 lecture 也很重要，你要给学生一点最基础的经验，他们才知道他们在 hand on 的时候应该要做什么事情。就是如果你们今天不跟他们讲益生菌是什么，不跟他们讲胰岛素是什么，怎么促进胰岛素的话，那学生在实验的时候也是一脸茫茫。所以你觉得在老一辈他们在日常生活就是植物相关知识的经验传承，对，实际在生活的方式就传承了。对啊，他们一代一代累积下来，这很可观。你印象最深刻哪一个植物啊？你觉得如果你是活在 maybe 50年前的话，你会对哪一个最有兴趣？有一个我想不起来名字，可是他刚刚有写一个，它的叶子可以被拿来小朋友做推车那个，我觉得那个很酷。那个大王椰子，对，大王椰子，他怎么想到他那个创意性，然后把它用在生活那种，又感觉有点娱乐性，我觉得让我印象蛮深刻。你没有做过对不对？我没有做过，我还有做过。我小时候去台湾大学的校园里面，大王椰子的叶鞘枯萎掉下来。砰！很大一声，然后它其实很大，然后我那时候很小，真的就是可以坐在上面，大人就是在那边可以推拉，这么酷。对，这真的是就是以我小时候，然后大概我跟我弟弟还可以这样被大人拉着走，就好玩这样子。就是已经融合到生活的一部分。对，但拉不久啦，因为屁股会烫。摩擦生热，对，摩擦生热，对。所以你对童玩是有兴趣的。对啊，以后看到的时候，这是大王椰子叶鞘，是不是可以拿来做推车来玩？还有吗？然后有一些可以拿来当染剂的，我也觉得很不错，可以把它用在生活的另一个部分、另一个环节也是。假设我们今天很喜欢这朵花的颜色，我们把它变成我们衣服的颜色之类，我觉得这样很有那种跟植物息息相关的感觉。像那个桔梗兰。对，桔梗兰的果实是紫色的，有点紫灰，那它的确是可以拿来做衣服的染剂，也有人拿笔来沾，也是可以画画。你也可以拿植物的染料来画植物，这样我觉得这样也不错。对，这样很酷。对，里面每一幅画都让我觉得好厉害。我觉得最佩服的就是在刻画植物的时候，那些画家没有放过任何一个细节，他们看得出来很用心在画。像植物有些叶子会有一些细毛，他们也都是一笔一笔的把它刻画出来，然后让整个植物看起来就是这不像画，这很生动这样。我很佩服这些画家。那你会想画吗？我想要学啊，可是对时间真的是一个问题。现在高中毕竟比较忙，然后自己也没有把握能不能画得跟他们一样好。他们也都是经过很久时间的练习的。还有什么感想？我会想要了解更多客家人如何把比较有特色的植物一个一个记录下来，更有创意性的一些例子会让我更有兴趣。怎么一开始怎么在第一时间把它想到这个东西可以拿来做一种治疗的药，我觉得很酷，我会想要更了解。明白。其实我也很好奇这些问题，其实我也没办法回答。就我们也很好奇，就遥想可能50年、100年前在什么样的环境背景之下，以及经过了什么样的过程，去发现说这一些植物它们可以做药，因为其实有很多药用的植物，它同时也有毒性。对吧？
当然，今天如果有一种植物，它原本要是一个香菇，因为药性好，结果不小心有毒，它中毒之后怎么用其他的植物来把这个毒解毒？人家有一句话叫做3步之内必有解药。他是怎么找到这个解药？他怎么样去研究出说这2个植物是有，譬如说相生或相克的关系？就是一代一代的传承，一代一代的累积。哇哦，我觉得3步之内必有解药这件事情，其实有回应到我们刚刚讲的物种之间，譬如说植物物种之间到底有没有 connection？ 对。我觉得像你说的，有没有相生相克呢？应该就是植物之间有种默认的那种 connection， 默认的那种关系。我觉得 I think so。对啊，对啊。好啊，我们今天非常谢谢Ethan来参加我们，来 Give me 5，谢谢你，谢谢提供这么好的机会参加，就是观看到这么厉害的画家们，让我了解到很多。谢谢你，谢谢你，谢谢。好，就这样了，那我们下一次的 YouTube 再见喽，拜拜，拜拜。